昆明作為出了名的春城，總有逛不完的角落。大觀樓、西山這些地方固然經典，但今天這期視頻，我想帶大家看看另一份昆明的安靜與明媚。趁着清明長假前難得的這份清靜，再加上今天上午這個陽光真的好得不像話，我打算帶大家在昆明的腹地來一場慢慢的 City Walk。現在的昆明真的是春光燦爛。我們要先去圓通街轉轉。雖說現在那片標誌性的紅色花海還沒完全開出來，但這種綠意萌動、乾乾淨淨的感覺，反而有一種蓄勢待發的生命力。接着再去旁邊的翠湖邊吹吹風，看湖光，看鬱金香。最後去那條特別有復古味道的皇宮東街，在那些明黃色的老牆根下，感受這份屬於昆明的被陽光曬透的上午。跟着鏡頭，我們一起在昆明過一個慢悠悠的早晨。我們現在在地鐵火車北站站，這是一個很大的換乘站，4號線、5號線、2號線等等都會在這裡換乘。我們現在要去圓通街站，是坐5號線開往寶豐方向。圓通街上有一個很著名的寺廟，叫圓通禪寺，之後我們也會看到。圓通寺，人間淨土，圓通禪寺。圓通寺位於圓通山南麓，創建於唐代。還可以看到來自泰國的旅行團。繼續往前走，沿着這條街往前走就能到達翠湖。這裡有一家昭通小肉串。昭通在雲南省的東北邊，它的黃牛肉也十分有名。那邊的回教徒比較多。路邊還有一家中國工商銀行，因為它的字母縮寫在漢語拼音裡和愛存不存的首字母是一樣的。所以以前我們經常調侃工行是愛存不存銀行。前邊有一家大華餅屋，這邊有一家路邊的便利店，便利店竟然還賣水果。這個服裝店的招聘，服裝店長月薪5000到1萬元。因為我們並沒有在工作，所以不大確定這個工資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水準。不過看上去應該還算不錯。這裡有一家酒店。
可以看到圆通街两邊的樹都很茂盛，而且路旁的花圃的花也都開得很旺盛。這個在其他的國家、其他的城市其實很少見。這邊有一家雲南老字號連雲傳統燒滷，應該是賣一些滷肉的、滷味的。滷牛肉18元一兩，滷豬肚18元一兩。這裡還賣破酥包、生煎包。雲南的破酥包和我們北方地區常吃的那種包子還是不太一樣的。越往翠湖的方向走，植物的密度越高。這邊還有一家開在街口的專門賣水果的市場，叫王果成林。甘蔗大顆15元，中顆10元，小顆5元。路上的是一個消防車嗎？第一次見這樣迷你的消防車。一個街舞學校，這個名字起得挺有意思。過了這個路口，前面應該就是翠湖了。現在的陽光很舒服，這可能又是一家花店，有可能是個精品店。所以你會經常看到昆明的一些店鋪，無論是精品店或者是咖啡店，它很多都是會用鮮花來做一些室外的裝飾。十分的漂亮，而且很符合春城的氣質。前面有一個藥店在賣涼茶，安神茶19元一瓶。這應該是一家賣昆明本地土特產的藥店。雲南小粒咖啡，雲南的咖啡豆也十分出名。好，前面其實就是翠湖了。翠湖東路，這條路是用來跑步的，很多人在晨練。現在其實是早上9點多，可以看到這裡有很多中老年人在鍛鍊身體。
你已經健走了100米。其實，相比于跑步，我个人更觉得快走是更適合的一個健身方式，因為它更容易堅持，而且沒有那麼劇烈。今天的這個天氣真的是太舒服了，很適合室外活動。湖面上有很多荷葉，哇，好漂亮！這應該就是翠湖的正門，可以看到有2個孔雀的雕塑，在那個草叢裡。這邊也有一個公示牌。是湖長，公園湖長公示牌，這是翠湖的形狀和我們的位置，真的很漂亮。孔雀和鮮花，哇，這個角度太漂亮了。現在是清明小長假前，今天是周五，可以想象明天開始，這裡的人可能會很多。從這個角度看看湖的另外一側，湖面上都是荷葉，十分的漂亮。想必再過一段，湖上的景色會更加美麗。這裡有一個民族寫真體驗拍照，別的景區很多都是漢服。這裡是一些少數民族的服裝，因為雲南省有全國最多的少數民族。這裡還有紅嘴鷗。雖然昆明是一個內陸城市，但是我們也是有機會看到海鷗的。哇，真的太漂亮了！花色、湖色、天色、樹色，春天來春城，估計是最頂級的享受吧。這裡是少數民族服裝拍照的換裝的地方。這裡有很多菊花環繞在這個雕塑裡，而且翠湖以及周邊地區是有野生松鼠的。雖然說不建議餵食，但其實有一些飯店或餐廳經常會有人遇到野生松鼠。之前在小紅書上看見有人在附近的餐廳遇見過野生松鼠，所以也就直接餵它們吃了。
真的很漂亮，而且它的顏色的搭配十分的美，不需要什麼人工的顏色、人工的布景，就用純天然的花兒、倒影、湖、樹，就讓你覺得這個地方的美感很強。唐堤，1919年，唐繼堯築翠湖，長堤。這裡也有適合親子的小火車。好了，因為之後我們還要去皇宮東路，所以在翠湖公園我們也不再深入。之後有機會，南森會再給大家拍一期翠湖遊。我們現在就往外走吧。出来之後，我們來到翠湖南路。對面是一個霸王茶姬。我們過到馬路對面，去看看剛才那家霸王茶姬。它的建築風格和整個的翠湖景區十分的協調，而且這一側有了更多的一些小的飯店和餐廳，顯得十分有情趣和格調。河豚料理，益翠。整個布景也是十分有巧思。前面就是霸王茶姬的翠湖門店。它的门店十分的大，而且裝修的十分有格調。這一側之前在民國時代，其實也是一些達官貴人的官邸。這裡的牆很多都漆成了黃色。在陽光下配合着這些樹影，顯得十分的漂亮。1950咖啡店。這整個院子可能都是這家咖啡店的，但是沒有看到太多人，也許現在並沒有在營業。門口的熊貓很可愛。和朋友來這兒喝喝咖啡、喝喝茶、聊聊天，可能是十分愜意的事情。
對面就是西湖的湖光山色，周圍圍着花和樹，空氣裡還飄蕩着香味。而且我注意到，国內其實是十分干淨的，雖然人很多，但是地面上一般不會有太多人為的垃圾，更多的是一些樹葉啦，或者樹枝之類的，但是人為的垃圾很少，尤其是考慮到這樣的人口密度。好，前面拐過去就到了皇宮東街，也是一個在小紅書上的網紅打卡地，十分適合拍片兒。這就是皇宮東街。這裡也是一個很熱門的拍照打卡地。哦，前面有一些穿漢服的小姐姐。哦，往右手邊走就是華山西路地鐵站，所以這裡的交通還是很方便。作為一個文創濃度很高的地區，這裡有很多咖啡廳，也有很多地標型的打卡地，好像有松鼠。雲上咖啡。走過來，果果，你要不要來餵？我不餵。這裡好像有松鼠，野生松鼠。哦，真的有。这边有南瓜籽儿。我这个是核桃，不一样，好吃，你换个口味呗。当然，松鼠是野生松鼠，不建議餵，但其實就像我之前說的，其實很多餐廳經常會有松鼠光顧，很多顧客、很多食客也就直接把自己的餐食和松鼠共享了。這又是一家咖啡店，李莫吉咖啡。人間四月天，昆明的四月真的十分美好。不管林徽因和人間四月天有沒有關係，但昆明的四月的確是美好的季節。也有一些烘焙店、咖啡店，而且皇宮東街基本上都是這種石板路，看上去很有時代感。而這些文創店和咖啡廳以及餐館也就地取材，很和諧地融入到了整個的環境裡，並沒有造成那種不協調的感覺，反而變成了景區的一部分，或者是環境氣氛的一部分。
風穿過街巷，陽光吻過明黃色的牆，石板路晚點向遠方，斑駁的光影輕輕描畫。明黃在陽光下流淌，這是昆明獨有的時光。樹影在牆上寫詩行，歲月在磚縫裡生長。老牆根下有故事在回響，梧桐葉曬落細碎的陽光，每道裂痕都藏着過往，每片磚都記得春的模樣。皇宫东街的結尾，這裡沒有太多太複雜的建築，就是最簡單的紅牆黃瓦，或者是黃牆黑瓦，就是這種很簡單樸實的顏色，湊在一起反倒讓人覺得很有質感。那今天我們就逛到這裡，大家對昆明哪裡還有興趣，歡迎告訴南森，我們下期再見。